每过一阵子，您是不是就感觉身子骨的力气又少了一些？这种感觉任谁都会心慌，最怕哪天坐在椅子上自己站不起来，需要旁人搀扶；最怕在浴室里不小心滑倒，身边连个搭手的人都没有，更怕自己变成儿女的拖累。看着他们为自己操心操劳的模样，我打心底里能体会这份不安，我能从长辈们的眼神里读懂这份担忧。最让我心疼的是，您明明已经尽力在保养身体，每天早上坚持吃鸡蛋。旁人都说蛋白质能滋养肌肉，可日子一天天过去，身上的力气还是不断流失，拧开药瓶都觉得费力，上下楼梯双腿越发沉重。您心里一定在纳闷，自己到底哪里做的不对。实话跟您说，您真的没有做错，只是没人把真相跟您讲透彻。人过了75岁，身体的内在机制已经发生改变，肌肉不再像50、60岁时吃了鸡蛋里的蛋白质就能生长强健。医学上把这种情况称作合成代谢抵抗，说白了就像一堵无形的墙，把蛋白质挡在了肌肉细胞的外面。就算您吃的充足甚至过量，身体也无法吸收利用。不过有个好消息要告诉您，在2023年国际顶尖的老年营养学期刊刊登的一项研究成果，让不少专业人士都感到惊喜。75岁以上的长辈，若是把日常补充的蛋白质和几种特定的水果搭配食用，短短12周的时间就能帮助肌肉恢复，找回流失的力气，提振精气神，让起身更利落，走路更稳健，手部力量更充足。这样的改变连医师都觉得惊喜，您也一样可以做到。今天这条影片，我就把5种能激活老年人肌肉生长的水果，从效果较佳的到作用最突出的，一一给您讲明白。您一定要听到第2种，它能激活与肌肉保护直接相关的细胞机制，背后的研究数据，就连科研人员都觉得十分惊人。您不必认命，觉得虚弱就是衰老的常态，您的肌肉还在等待修复，只需要一把正确的钥匙，就能打开恢复的大门。在揭晓这5种水果之前，我先跟您说一个不少医师不会主动提起的事实。我查看过数百位老年患者的肌肉检测报告，很多长辈每天摄入的蛋白质足够，甚至超出标准。早上吃鸡蛋，中午吃瘦肉，晚上喝营养汤品，可肌肉还是逐年流失。究其原因，不在于蛋白质摄入的量，而在于高龄的肌肉细胞能否有效利用这些营养。人过了75岁，肌肉细胞变得挑剔，需要更强的刺激信号才会生长修复。医学上的合成代谢抵抗，通俗来讲就是肌肉对蛋白质的敏感度大幅下降。鸡蛋确实含有优质蛋白质，这个说法没有问题，可它无法应对困扰肌肉的3大问题。一是慢性炎症，如同身体里暗藏的小火，不断分解肌肉组织，让肌肉流失的速度超过生长速度。2是血液循环不畅，氧气和营养无法输送到肌肉深层。3是营养信号传递微弱，蛋白质抵达身体，肌肉细胞却无法接收指令，这时候特定的水果就能发挥作用。并非所有水果都有效果，只有几种含有特殊营养成分的水果能强化蛋白质的信号传递，疏通肌肉的血液循环，平息慢性炎症的隐患。这些水果与蛋白质搭配，就像给肌肉装上了信号增强器，让沉睡的肌肉重新苏醒，开始生长，变得强健。这件事单靠吃鸡蛋，在75岁之后是无法实现的。接下来进入正题，第5种水果，很多人连名字都不熟悉，可它的蛋白质含量却十分出众。这种水果就是菠萝蜜。作为体型较大的热带水果，它是自然界中优质的植物蛋白来源。一碗菠萝蜜果肉能提供将近3克的蛋白质。对于75岁以上想要强健肌肉的长辈来说，接下来的内容会让您倍感惊喜。菠萝蜜含有人体所需的全部必需氨基酸，这些氨基酸是触发肌肉蛋白质合成的关键。
2022年，国际食品科学期刊发布研究证实，菠萝蜜的氨基酸组成与动物蛋白高度相近。更难得的是，菠萝蜜的蛋白质搭配钾、镁、维生素 B6 这3种高龄肌肉急需的营养。钾能让肌肉收缩有力，预防夜间突发的腿部抽筋；镁能帮助肌肉在活动后放松恢复，即便只是短途行走，也能减轻肌肉疲劳。维生素 B6 能协助身体将蛋白质转化为肌肉组织，若是缺乏这种营养，再多蛋白质也无法被身体利用。悉尼大学的研究团队发现，长期食用菠萝蜜的长辈，半年内手部握力提升了 14%。握力是判断老年人生活自理能力和健康寿命的重要指标。食用方法也很简单，超市里的罐装菠萝蜜沥干水分后，用橄榄油和蒜末简单翻炒，10分钟就能做出一道营养充足的菜肴。也可以把熟透的菠萝蜜块加入豆浆或燕麦粥中，2分钟就能完成一份高蛋白早餐。建议每周至少食用3次，坚持下去就能感受到肌肉的变化。还有一个小窍门，搭配维生素 C 含量高的食材一同食用，比如滴入柠檬汁。康奈尔大学的营养学研究表明，维生素 C 能让植物蛋白的吸收率提升30%。菠萝蜜只是开始，下一种水果蛋白质含量更高，还能专门应对肌肉炎症。要说能为老年人提供全面肌肉营养的水果，当属番石榴。它背后的科学研究十分有价值。一颗中等大小的番石榴含有4克以上的蛋白质，对比鸡蛋的蛋白质含量，就能看出这种小型水果的优势。而蛋白质含量并非番石榴最突出的特点。2021年营养素期刊刊登的研究发现，番石榴含有高含量的栽皮素，这是一种天然的抗炎物质，专门针对导致老年人肌肉快速流失的慢性低度炎症。科研人员将这种炎症称作炎性衰老，就像肌肉里持续燃烧的小火，让肌肉分解速度远超修复速度。这也是很多长辈蛋白质摄入充足，肌肉却依旧流失的原因。鸡皮素能平息这种炎症，让肌肉可以有效利用蛋白质进行修复生长。德克萨斯大学健康科学中心开展的临床试验显示，70岁以上的人群补充富含败皮素的食物后，身体炎症指标下降 19%， 肌肉蛋白质合成速度显著提升。番石榴还有一个优势，它的维生素 C 含量是橙子的4倍。维生素 C 是合成胶原蛋白的关键，胶原蛋白是连接肌肉、肌腱和韧带的重要物质，胶原蛋白不足，肌肉容易拉伤乏力。这也是很多75岁以上长辈浑身无力的原因之一。番石榴的食用方法十分简便，清洗干净后连皮食用。果皮中的赞皮素和膳食纤维含量最高，喜欢软糯口感的话，可以切开后用勺子挖取果肉，加入燕麦粥或酸奶中，5分钟就能做出一份抗炎营养早餐。也可以把番石榴与酸奶、菠菜打成奶昔，成为老年人优质的抗炎护肌饮品。最佳食用时间是在日常活动前的30到45分钟。无论是小区散步、简单肢体活动，还是轻度锻炼，研究显示，运动时体内含有羧皮素和蛋白质，能让肌肉蛋白质合成提升 25%， 效果远优于空腹运动。接下来要讲的这种水果，被科研人员赋予了专属的定义，作用十分特殊。说到这里，我想问问正在观看的您，今年多大年纪？和2年前相比，您觉得自己的力气是变足了还是更虚弱了？欢迎在评论区留言分享，我会认真查看每一条留言，尽量回复大家，让我们一起记录身体的变化。桑葚干是水果中的潜力食材，很少被人提及，可它的营养配比就像为高龄身体量身定制1/4碗的桑葚干，能提供4克蛋白质和2毫克铁元素。铁元素是输送氧气到肌肉的重要物质，氧气不足，肌肉就无法生长修复，再多蛋白质也无济于事。
2023年，欧洲临床营养学期刊发布研究，铁元素含量偏低的长辈，肌肉流失速度是铁元素充足者的2倍。桑葚干中的铁和蛋白质组合，为肌肉健康提供双重保障。而桑葚干最独特的地方是含有丰富的白藜芦醇，这种物质因抗衰老被大众熟知。桑葚干中的白藜芦醇含量远超红酒，且不含酒精，不会对高龄身体造成负担。白藜芦醇能激活 SIRT1 基因通道，让肌肉细胞呈现年轻状态，加快损伤修复，生成更多线粒体，提升能量，抵抗肌肉萎缩的信号。巴克衰老研究所的研究发现，补充白藜芦醇的长辈，肌肉细胞线粒体功能提升 22%， 直接转化为体力更足，耐力更好，肌肉更易维持。线粒体就像肌肉细胞的能量工厂，年纪增长后工厂陆续停工，人才会觉得疲惫虚弱。桑葚干中的白藜芦醇能重新启动这些能量工厂，为身体功能。桑葚干的食用方式十分便捷，无需复杂处理，直接抓一把当作零食即可，口感酸甜适口，也可以撒在麦片、燕麦或凉菜中，快速补充蛋白质和铁元素，或是与杏仁、黑巧克力混合，成为75岁以上长辈便携的护肌零食。吸收小窍门是搭配维生素 C 食材同食，比如橙子或草莓。美国临床营养学期刊研究证实，维生素 C 能让铁元素吸收率提升67%，让更多氧气输送到肌肉，加快身体恢复。接下来要讲的第2种水果，会颠覆您对健康饮食的传统认知。在介绍之前，我要跟您说一个出乎意料的事实。很多人，包括部分医师认为，老年人要少吃油脂，可科学研究得出了完全相反的结论。牛油果作为水果，是75岁以上长辈护肌增力的重要食材。一颗中等大小的牛油果含有4克蛋白质，更关键的是，它搭配近15克单不饱和脂肪，大家不必担心油脂含量，这正是肌肉需要的营养。肌肉细胞表面有一层由油脂构成的保护膜，年纪增长后，这层膜变硬不透气，蛋白质等营养难以进入细胞内部。牛油果中的单不饱和脂肪能修复这层细胞膜，让其恢复柔软通透，提升营养吸收效率。2022年，美国老年医学会杂志刊登的里程碑研究，追踪了2800位65岁以上的长辈，历时3年。结果显示，每周食用3次以上牛油果的长辈，肌肉量保留更多，身体机能评分更高，即便2组人群的蛋白质摄入总量相同。这一发现足以说明，营养的种类和摄入量同样重要。牛油果还是含钾量极高的食物，远超香蕉。钾元素能维持肌肉正常收缩和神经传导，预防老年人常见的肌肉抽筋。此外，牛油果含有丰富的谷胱甘肽，这是人体重要的抗氧化物质，能保护肌肉细胞免受氧化损伤，减缓肌肉萎缩速度。牛油果的食用方式多样，无需复杂烹饪，对半切开去除果核，直接用勺子挖取果肉食用，撒少许盐，30秒就能完成一餐。也可以涂抹在全麦面包上，制作营养早餐，或是加入奶昔中，提升口感的同时增强护肌效果。还能切块加入汤品、凉菜或炒蛋中。最佳食用时间是运动后的1小时内，这段时间肌肉对营养最敏感。牛油果中的蛋白质、健康油脂和钾元素能为肌肉修复生长创造最佳环境。而今天排名第1的水果，作用远超前面几种，研究成果让人十分惊喜。如果这条影片对你有帮助，麻烦点赞支持，记得订阅频道并开启通知，不错过更多健康知识。您的每一次互动都是我持续分享的动力。这种水果改写了科研人员对水果与老年肌肉健康的认知，它就是杏干。这种不起眼的金色果干是75岁以上长辈饮食中不可或缺的食材。半碗杏干含有2克以上易吸收的蛋白质，搭配水碱胡萝卜素钾、铁等营养，还含有天然的苦杏仁苷，
这种物质能刺激肌肉卫星细胞。卫星细胞是肌肉的修复系统，如同沉睡的修理团队附着在肌肉纤维表面，激活后能修复受损肌肉，甚至生成新的肌肉组织。人过70岁，卫星细胞的活性大幅下降，这是晚年肌肉快速流失的核心原因之一。2023年，哈佛医学院在《细胞代谢》期刊发布的突破性研究发现，性苷中的10碱胡萝卜素和多酚化合物质能重新激活70岁到89岁长辈的肌肉卫星细胞，活性提升幅度十分显著。每天食用性苷的长辈16周后，卫星细胞激活率提升30%，腿部力量、行走速度、起身能力都有明显改善。首席研究员表示，从未有单一食物对老年肌肉修复的细胞机制产生如此深远的影响。性苷还有一个突出优势，就是钾元素含量极高，半碗性苷的钾含量接近人体每日需求量的1/4。钾元素调节肌肉的收缩与放松信号，不足则会导致肌肉抽筋、乏力，无法维持正常力量。此外，性苷含有丰富的铜元素，这种微量元素能强化连接肌肉与骨骼的结缔组织。2021年，骨骼与矿物质研究杂志发布研究，铜元素摄入充足的70岁以上长辈，肌腱和韧带受伤风险降低28%。也就是说，性苷既能养护肌肉，又能保护支撑肌肉的身体结构。性苷融入日常饮食十分简单，无需烹饪，每天抓6-7颗当作零食即可，建议上午或下午食用，给身体充足的时间吸收营养。也可以切碎加入燕麦或酸奶，与桑葚干混合制作护肌零食，或是加水炖煮成软果泥，适合牙口不佳的长辈搭配全麦食品食用，口感更佳。最关键的是，要选择无硫性苷，呈现深棕色，而非亮橙色。二氧化硫防腐剂会降低营养吸收率，存放于阴凉避光处或冰箱，能更好保留营养。您的肌肉等待这份滋养已经很久，任何时候开始养护都不算晚。值得一提的是，中国营养学会在2022年针对北京、上海、广州3地1200位60岁到80岁的长辈开展调研，结果显示，日常常吃富含多酚和类胡萝卜素水果的长辈，肌肉质量指数比仅依靠传统蛋白质来源的长辈高出 8.5%。 这说明无论国内外，科学的营养规律都是一致的。以上就是5种经科学证实能帮助75岁以上长辈养护肌肉、提升力气的水果，它们能实现鸡蛋等传统蛋白质来源无法达到的效果。菠萝蜜提供植物蛋白助力肌肉生长，番石榴抗炎护肌，桑葚干重启肌肉能量工厂，牛油果修复肌肉细胞膜，性苷激活肌肉修复细胞，每一种都能为高龄肌肉补充急需的营养。这些食材无需复杂菜谱、昂贵补品，也不用耗费大量烹饪时间，都是天然平价的常见食物，今天就能加入日常饮食。请记住，75岁后养护肌肉，不只是为了体态强健、感受舒适，更关乎守住生活独立，远离照护机构，保持身体平衡，预防跌倒损伤，在更长的岁月里自在享受生活。您的肌肉一直在等待正确的营养，只要找对方法就能感受到变化。如果这条内容对您有帮助，恳请点击订阅，不错过每一条健康资讯。也欢迎分享给身边的长辈、父母、邻居或是正在与衰老对抗的人，让我们一起改变衰老及虚弱的认知。最后分享一个小秘密，很多人问我这5种水果能不能一起吃，答案是可以，而且效果更佳。我个人常用的终极护肌配方，每周3次的5果能量碗，半碗炒制菠萝蜜，1颗切片番石榴，1小把桑葚干，半个切块牛油果，6-7颗切碎杏干，混合后淋上柠檬汁，撒上坚果，就是老年人优质的护肌餐品。大家可以尝试后在评论区分享感受。
您的身体值得最用心的呵护，这份呵护，从今天开始就来得及。